第17类疫苗开放预约，指挥中心也公布 BNT 的预约情况，符合资格的有130多万人，但真正上线预约的只有30多万人，仅1/6。力拼疫苗覆盖率，就是要严防欧莫孔变种病毒。不过，美国防疫专家福奇就表示，欧莫孔变异株与普通感冒的冠状病毒相同，传播力强，毒性较弱，第一时间染疫也不易察觉。它的表现其实就像类流感，你光是看它的临床表现呢，你是不能区分。欧莫孔没有传统新冠的嗅觉味觉丧失，但症状如同感冒，一般感冒会伴随喉咙痛、鼻塞，只是不会突然的发高烧。这一点就与流感有很大的不同，即便是专业医师，也需要透过筛查才能辨别。以目前来讲呢，当然最多的是所谓的印度株 Delta， 那由于 Omicron 慢慢增加，大部分还是它跟非洲有一点渊源。分辨欧莫孔筛查、追踪个人旅游史、接触史都是基本流程，连疫苗也未必能抵挡。要完全不感染是比较困难，可是感染了以后呢，通常你不太会太严重。虽然是轻症，一旦欧莫孔大魔王进入台湾，指挥中心就强调，不要因为轻微咳嗽就自己吓自己，不要自己去分辨。有相关的症状就及时就医，及时采检。欧莫孔传染力强，但目前未出现大批死亡病例，多数的感染者都是轻症。接下来2周是关键期，如果仍是以轻症为主，欧莫孔将会成为类感冒的病毒，对人类的威胁大幅降低。记者黄明君、严佩瑜台北报道。欧莫孔魔王株传播力更上一层楼，11月初就出现病例的南非，却发现症状与先前病毒大不同。南非医师观察7名欧莫孔患者，大多只出现极度疲劳、肌肉痛、心跳加快以及喉咙沙哑与干咳，症状轻微，只过1到2天就会康复，也并未丧失味觉或嗅觉。感染科专家李秉颖指出，变异株轻症化，症状多为流鼻水、咳嗽变少，因为病毒留在上呼吸道，无法侵犯下呼吸道气管。病毒变了，变成偏向上呼吸道的旧型冠状病毒，当然也会减少了下呼吸道腔源化的一个比例。轻症化后恐怕更难分辨是感冒还是确诊。英国保健署指出，流感会发烧38度以上，身体疼痛干咳；染上 Delta 也会发烧咳嗽，并且嗅味觉丧失。但欧莫孔只会出现疲劳、肌肉痛、心跳加快、干咳等症状，并不会发烧或味嗅觉异常。欧盟的59例的这个个案报告来讲，还没有发现有任何是重症或者是死亡的病例。更有大陆研究，它的潜伏期与 Delta 相近，但传染力却增加37.5%。统计一个地区病毒占率超过50%所花费时间，贝塔约100天 ，Delta 约50天，但欧莫孔仅12天，在较短时间内就能让染疫人数翻盘。它在2个礼拜的时间，检验阳性率从1%就冲到了15%。欧莫孔夹带超强传播力，尽管目前多数是轻症，但未接种疫苗者感染后还是可能成为重症患者。专家警告，不能掉以轻心，同时要尽快完成接种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